这是我们执行长 Jesse， 然后他的一些分享。智霖科技在英文中以品牌名称 Jubal， 源自于英文单字 Jubilage， 蕴含了庆典、欢庆的意思。我们希望这家新创公司能够召集年轻优秀人才，在照护领域各个环节中注入创新、活力、正面和快乐的元素。高龄少子化趋势下，导入科技是必然的。照护科技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在北美市场，智霖与北美市占率第1的照护系统 Point Click Care PCC 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日本，我们与有规模的上市公司洽谈经销代理的合作关系，结合日本当地企业的销售管道，快速进入当地的市场。太多的科技等待着被研发，我会带着智霖团队不断的突破，让照护更轻松，家人更安心，长辈更受尊重。那从这个照护的这个产业的光谱来看，其实长辈其实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状态。那其实以智霖科技，我们主要面对的市场其实是在长照产业的这个部分，就是 long term care 大概占12%。那其实这个社会或说现在的政府说我们怎么提供这个照护服务给这个12% 的这个长辈呢？其实它会有3个主要的类型，比如说他们会有住宿型的机构，也会有日间照顾的机构，那也会有居家的服务。那这3个系统其实就是这3个市场其实就是我们智霖科技主要切入的市场。所以大家会问说，我们没有做医院，其实以智霖科技讲，我们没有做到医院的系统，我们还是以着重在长照机构里面所使用的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 就是护理管理系统为主。对，那其实有看到说，刚才提到说，其实大概有60%，其实他们都在做这些照护记录的记录，还有比如电话联络或者行政作业，真的只有40% 时间才是做直接的照护上面。那智霖科技的导入，但就希望能够去提供这个数位的工具，去降低他们在这个照护记录上的一些时间跟人力成本，那也可以让这个沟通能够更加的准确。那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说，过去我们在做这些生命真相的量测的时候，过去可能就是我们到床边量，它可能手写起来，然后到护理站的时候才去把这个资料 key 进去。可是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个护理师他可能需要来回的往返床边跟护理站，那可能也会有可能字迹太过于潦草，不容易看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是使用这个量测推车，就是说我们把iPad 放到推车上面，然后把这些量测设备透过蓝牙的方式跟这个 iPad 做配对连接。所以当这个设备一旦量完之后，它可以马上透过蓝牙传到 iPad， 透过网路直接传到我们的云端系统上面。所以其实时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快，而且他们也不用跑来跑去，可以一次性的就把所有的长辈的所有生命真相都把它量完。那另外一个比较时间可以降低很多的一个案例是说，我们过去在床边也会需要对这个伤口做一些辨识跟照顾，还有记录。那过去我们在做伤口辨识的时候，伤口记录的时候，需要拿着这个尺跟这个一个图卡这样去比对这个伤口的颜色或大小。那我们下一期就可以透过影像辨识的方式，透过 iPad 可能拍一张照，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伤口它的大小、尺寸、颜色、严重度等等，直接传到系统上面。那当然护理师最终再做一下确认，其实就可以完成一个伤口的记录。所以其实时间上可以从原本的20分钟缩短到可能小于3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伤口记录，这也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时间。OK， 那以智霖科技的主系统上来讲，我们就是做这个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 那就是针对长照、日照、居服，我们都有不同的系统，因为根据他们不同的需求，那里面我们就有设计了很多不同的模组，比如说可能会有说照护记录啦，那可能有些请的薪资排班啦，那包含说这个甚至轿车营养记录用药记录都会在我们系统里面。所以以系统本身来讲，它是包山包海非常多的模组在里面的。那这边就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现在做的通常都是以mobile first interface 为主，就是说让它可以很方便的带着到床边就去使用，而不用来回往返于这个护理站之间。那当然就是说，再就是说我们的系统上都会有 AI embedded 在里面，让它可以更方便的去提升它的效率。那再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刚刚讲到，我们可以降低它的间接照顾的时间。那这边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系统界面。
那刚刚讲的其实是在这个主系统的部分，就是在云端系统部分，大家可以用网页去开启。那我们到床边量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做 Jubal Link 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就是可以把这个装置推到床边里面。然后我们现在已经配对超过50种以上的装置，所以它可以直接把这个资料上传到云端。那这个资料上传之后，其实它还会有一个前端的异常的侦测，就是说它今天传上来资料，如果跟它过去的常模不太一样的时候，那其实就可以做出一些提示。他刚刚有提到，就是在伤口辨识这边，其实我们可以降低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第三个就是在这个跟家人的联系部分，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叫 Family Line 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式，但它其实是一个 Line 的 Chatbot，就是说家属在家里可以使用 Line Chatbot 直接去看到长辈在机构中每天可能他参加了什么样的活动，吃了什么东西，甚至他的可能排便排尿量其实都会有记录。那这一块我们后面也会有一些 AI 的应用在这边，那我们可以卖一下关子啊。好，那这个也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推车上是怎么样在场域被应用。A careful day with Jubo Trolley. Vital signs are automatically uploaded to the EHR system. Check on the resident's well-being. Easily adjust the tray according to the user's height. The clamp frame is compatible with any smartphone or tablet. Detach and adjust the storage bag at your convenience. Portable and lightweight. Move the tray around silently. Multilingual interface, easy to use by international care workers. Monitor the resident's vital signs from your mobile device using AIoT and our chatbox service. Jubo's multidisciplinary team uses top-notch technology to innovate long-term care. Coming to you from Taiwan, at your service. We connect care. 所以刚刚可以看到说我们的推车其实已经应用在场域里面一段时间。那其实界面上我们也因应说，因为会有一些外籍的招呼的这个伙伴，所以会有更多多国语系的这样的一个界面。那从这个招呼系统、招呼平台的世代上来看，其实最早当然就是可能是传统的纸本的记录。现在台湾应该还是有大概40%左右的机构还是在使用传统的招呼，应该说纸本记录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做招呼记录。那慢慢的，现在可能慢慢越来越是比较偏向centralized， 就是比较有一个护理站，然后有一个电脑，那大家可以回到护理站去 key in 这些资料，去做这些招呼记录。但是智盈科技我们希望提供，它其实是更以 mobile first， 然后 AI、IoT、云端这样的一个更新的技术概念，能够带到厂造产业里面。那其实还有下一个世代，就是 AI 的世代开始导入之后，我们把更多 AI 的技术跟能力、功能放到我们的系统当中。那以现在的市场上来讲，大概分成居住型、日照跟居家服务。那智盈科技在长照大概是有37% 以上的市占率，大概已经是台湾市占率最多的厂商。那在日照这边大概是33% 以上的市占率。那居服我们进入比较晚一些，大概是10几个% 的市占率目前。OK， 那这边也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客户他们亲身的这个回馈。开始电脑科技导入进来，在工作上面会帮助我们很多，包括长辈的特性，我们给它建档在里面。
们开始推动的就是交班跟服务记录。我不用让社工护理每天花个半小时到1小时集合去做交班的事情。它的多元性必须符合我所有的工作。我选择了智霖的系统，是因为它完全满足我刚刚所说的3个需求。再来就是它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也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就会出现有离职潮的状况。那他们离开的原因有很多会讲文书资料负荷不过来，尤其是我们在书写联络簿的部分，因为每个人字型都不一样，我想用纸本给家属看，他们会伤脑筋。以前每一个护理人员、照服员，每一天来的时候，除了签到之外，就要开始记录血压啦、体温等等之类的。那往往动笔的时间比去照护人的时间还来得多。像我们今年度有做了一个感染管制的评鉴查核，我们的护理组组长就有分享，他也跟智霖团队这边询问，他很快知道了，但在那个过程里，他们马上提供协助，很快的他就能够跑出统计表，而且很漂亮。所以用电脑呈现这个长辈的饮食量、摄水量，还有包括生命真相，你很清楚的具体让家属知道这个长辈在我们日照一整天到底做了些什么。智霖系统它也可以取代资本作业、取代行政作业，把时间留给在照护长辈身上。像我每天也会去看交班记录跟照护服记录，还有就是在不同领域，护理、社工、教保，同时都可以看到系统上的资料，就可以看得到一些状况，然后我们可以立即去了解或者去做追踪，帮所有的讯息做成一个整合，甚至于长辈的状况，我们都可以一目了然。对，我们目前的就是照服员、护理主任、导入这3个，那我觉得很方便，是因为你不是大众化的教学，你是一个个级别来做教学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分类来教学，我觉得是还蛮清楚的，可能受益会比较多。就是我从社工人员、护理人员，他们是满意的，而且他们觉得确实有减轻到他们的工作压力。我都会常很骄傲的跟其他单位分享，我的外籍都能够输入。对我来讲是不会再花很多时间去计算印影清册，对这个对我来讲是最大的帮助。如果有同业问我的话，我会建议他用你们 Jubel， 因为核销对我来讲太轻松一点了，太好用了。没错，我们非常推荐智霖，而且我们也是元老级的客户了。那刚刚其实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在机构里面所使用或导入的模组其实是非常多的哈，从社工、教保等等，还有各种记录。那接下来其实就慢慢进到说，那从 AI 上我们怎么样去导入到这个机构的场域里面？那其实虽然说执行长他本来就是 AI 的 background， 做 AI 跟 robotic， 可是我们其实从第一天就知道要做这件事情，但我们不是第一天就开始做 AI， 原因是因为AI 的关键是什么？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好的资料来源。那好的资料来源就来自于说，这个系统要有人愿意使用，要有使用者。所以我们的框架是说，我们希望可以先建立一个好的一个服务平台，让可能机构的使用者愿意开始使用我们的系统，然后可以开始收集到很多很好的品质的资料。那有这些资料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做更好的 AI 应用。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framework 叫做 CBA， 就是从 Cloud Service 开始，是一个我们在系统建立初期，其实就已经对资料库做好规划，做很好的使用者体验，让使用者机构的 caregivers 愿意使用我们的这个系统。那再来就是把这些资料做很好的收集，那再来才可以去慢慢的实现我们怎么把 AI 导入进去。那目前其实这个资料已经稍微有点旧了，我们已经超过这个资料，我们过去已经收集超过10亿笔以上的这些资料，那里面就包含了可能各种的 vital sign， 然后还有一些影像等等，还有它日常的记录，甚至说我们一些平常做的一些评估等等，都会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资料库可以去做使用。那在 AI 的里面，我们把它分成几个不同的 level。那从最早最单纯的来讲，就是一些 rule based 的 AI， 我们会告诉电脑这些人类已知的逻辑，比如说药物的一些交互作用。那我们在输入这些药物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做一些初步的提醒。那第二个时候，我们会慢慢把长期累积的这些资料的经验，慢慢就是记录到电脑里面。那过程中其实就可以从这个vital sign 的异常侦测来看到，我们有长期累积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的常模，所以一旦它的资料出现异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做侦测。
那再来慢慢的有进到 learning 的这个 AI，那我们把这个很多的伤口的这影像辨识的图片都放到系统里面，让它去做学习跟辨识。所以今天当我们拍了一个伤口之后，其实它就可以侦测它的大小、形状、严重度、颜色等等，方便我们做很多的记录。那再来就是说，那自营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导入 AI？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去降低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可以有降低他们的一些 loading，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导入 AI 或是强化 AI 在照护产业的一个原因。那当然未来我们希望说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图谱，做好病跟病之间的一些关系，可以做一些未来的预测。不过以现在来讲，我们还是以降低 workload 为我们主要的目的。好，那我们这边就再带几个例子。那几个例子初步刚刚也有讲过，一个就是说我们生命真相的异常侦测，那第二个就是伤口辨识。那接下来想要再多带的是说，那现在的生成式 AI ChatGPT 这么红，那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带到场域里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家人安心宝，那我们叫 Family Line，那其实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家庭联络簿。那其实我们从统计中可以发现就是照护机构的这个日照中心的这个 caregivers， 他每天大概花71分钟的时间去写这个家庭联络簿。那个联络簿的目的是在于说，长辈一天在机构参加了很多的活动，那家属一定想要知道说长辈参加什么活动嘛，比如他的吃的东西啦，参加活动啦，然后一些基本的生命真相，还有他的排便排尿等等，我们都会整理给他。那过去就是会有这个照护人员他去看这个长辈的资料，然后把他自己写成一段文字，然后放到 LINE 里面，然后传给家属，然后但家属会有一些回馈或是有一些问题，他就可以把它送回来。所以其实他会遇到几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还要在过去应该说1天2册资料里面去找到哪些是值得撰写的，然后传送给家人，然后持续的去 tracking 不同的这个家属提供的这些 feedback。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说，那其实这些资料都在我们系统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用一个ChatGPT 用那种又像是用一个 prompt 的方式去说，你这边有一堆资料，那你今天你是一位告诉机器人说你是这个日照中心的照护者，你可以从这些资料里面整理出重要的资讯，然后提供给长辈。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主要在家庭联络簿这个功能里面在做的事情。那其实就可以把一天可能15到20分钟写这个时间，我说可能单一个案，然后缩短到可能只要3分钟，系统按下去产生，那我们确认一下没问题，就可以直接送出。所以这边有几个例子。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从系统里面，现在这个都已经上线在系统里面了。那我们会给他2个版本的这个 AI 产生的这个记录，那就是说，奶奶今天活动量低，然后或者说他写的更详细一点，甜点吃1/3等等，精神状态、心情愉快。对，然后尿液正常等等，那这些其实就让照护员或是护理师可以很快的选择他要传送哪一个版本的资讯。那当然这对 AI 来讲也是一个标注的过程嘛，我们可以记录说哪一个 model， 或者说我们哪一个做法其实是比较符合使用者的需求。那点了送出之后，其实就会直接传到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LINE 的 chatbot 里面，所以家人就可以很方便的看到这个资讯，那如果还有问题，就可以直接在 LINE 上面去做回复。对，那第二个，我们就想到说，其实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在这个场域中发生嘛，可以想象，后面有几个例子可以想象说，这个住民会问护理师说，我什么时候要回诊？那可能家人会问说，那今天长辈，今天妈妈吃的怎么样？那可能其他的照护者也会说，那这个长辈他目前的一些生命真相量测血糖量的好不好，需不需要给胰岛素等等的。那这些问题其实就会发生在这个场域里面。那有时候护理师就是每天就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会花非常多的时间，而且他的工作会一直被干扰。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既然我们的系统里面有这么多的资料，那现在又有GPT 这样的一种 AI 的模型，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数据跟技术变成是一个很好的应用给他们。所以我们就设计叫一个 Nurse Copilot， 就是说有一个就像是有一个专业护理师在系统里面一样，你问他问题，他可以用真实的资料来去回复你。那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案例，就是说这边是我们系统的一个界面，系统的资料，它其实就可以帮他用就是 GPT 的方式整理成一个 summary 给这个长辈，应该说给这个需要这些资讯的人。那这边有一个简单的 demo， 好吧？
找一下我的话术。好，对，那其实就可以看到说，它就像是跟那个 GPT 一样一个对话式的界面。我想要知道，但它慢慢是我们测试资料，那在这段期间里面的一个 I/O 的情况，那这时候系统就会开始去搜寻，那它就会给它一个真的是从我们系统捞出来的资料，然后把它 summarize 成一段比较好阅读的文字，那也会给它一个初步的总结。那这时候可能护理师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很快的找到资料，就可以回复给问这个问题的人。所以其实以 NCOPilot 来讲，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一个summarization，然后 recommendation，然后当然去可以促进 communication 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应该说我们连到我们的主系统的目的是说，因为他们一定想要确认说这个资料到底是不是正确嘛，因为 AI 大家会比较担心它有妄想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会把它原始的资料的连接一起附在对话里面，让它可以回去查询说这个是真实在系统里面所量测到的资料，所以不用担心，那也可以避免后续的一些争议这样。对，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收集这么多资料，那其实我们在系统里面也做了很多的应用，但其实这些资料其实在未来还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跟保险做一些结合，或是老人的一些财务管理，甚至做一些 senior living 的场域，然后甚至做一些医疗服务的美群，然后甚至说在做这种智慧装置的设计，如果是针对肠道产业、针对银发族，是不是也可以拿这些资料去做更多的应用？那甚至在药的设计跟开发上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知道有它发挥的一些价值。所以我们还是持续在收集这些资料。那也希望说未来可以结合更多的技术、更多的场域，可以有其他的应用能够发生。对，好，那这边还有一段我们最新拍的这个客户分享的影片，也跟大家分享。申请居家服务的长辈，他们的初衷是希望能在自己最亲切、最熟悉的地方得到相对应的照顾，蛮考验就是督导们的智慧跟怎么样去传达给居服员，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是不同的专业去面对他们，这样子才能做到个别化、精准化的服务。我们在引进智灵科技的系统之后，除了大数据以外，它在个案的资料建制上面有非常多的功能可以使用，能更完整的、更快速的了解个案目前的现况。不管是排班，甚至我们有所谓的转场服务的时候，对各个的工作人员都有很大的帮助。智灵科技结合了 AI 的智能，让我们在服务跟管理上面减少了非常多的时间。再来，它给予我们一个很大的保证是快速的更新、与时俱进的系统服务。选择智灵科技是我们觉得最正确的选择。未来也希望能跟智灵科技继续的合作。好，那其实除了刚刚讲到这些技术之外，其实智灵科技在产业里面，其实大家最希望，刚说最喜欢的，或者说最觉得有价值的地方，其实还是我们在客服上，真人客服上，其实我们也扮演着一个蛮好的角色。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机构的可能主任啊，或是院长，可能都是稍微年纪比较长，他们有时候在技术上使用没有这么流畅，所以我们会有真人的客服去提供他们去做这些资讯的导入，或教他们怎么使用，甚至说怎么做评鉴啊、核销之类的。那刚刚以上讲的大概都是以台湾的市场为主，那接下来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北美还有日本的一些发展。那我们在北美其实是因为北美在医疗系统上面其实是相对比较成熟一些，所以我们就跟当地市占率最高的这个厂商叫做 Point Care 去做策略上的合作。那其实以系统上来讲，他们算是我们的竞品，他们也是做 EHR 的系统，就是做肠道机构使用的系统。但是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有一台叫做 JuboLink 这样的推车，那其实这个产品跟他们讲就是一个很好的配合，因为我们在当地其实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推车的配合的厂商，所以我们在北美跟 Point Care 的合作上，就是说他们卖主系统，可是我们的推车可以跟他做资料上的串接，还有在商业合作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客户名单，所以我们可以对北美的机构去推销我们的这个系统，推销我们的推车。那但也因为我们是系统直接串接所以其实我们大概2020年就已经成立了北美子公司，但是到2022年才真的
完成这个合作，然后开始销售。原因是因为前面它就需要我们做很多的技术上的串接、资安的认证，甚至在美国要先拿到 HIPAA compliance 的这个认证等等。好，那其实，在 PointCare 它其实在北美大概有24000家的机构，所以其实市占率大概70% 以上，蛮高。那我们现在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 base 去做市场的推广。那我们现在在北美已经大概有12位的同仁是当地 local hire 的同仁。那在去年我们已经有拿到41个客户，所以算是成长非常快的一个市场。好，那在日本，日本就比较特别，我们也是在日本会有一个当地的代理商的 partner 叫做 MDX， 那它的全名是 Medic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ystems。那其实 DX 这个字在日本现在应该也算是很热门的一个 term 嘛，就是说因为我们Jesse 就是 CEO， 他前阵刚好去日本的 Medical Japan 去参加展会，那其实里面就提到非常多数位转型，所以其实日本的肠道产业也是希望能够开始进入数位转型的这个阶段。那 MDX 这间公司其实就是它的母公司是一个叫做 Yamashita Healthcare Holdings， 是一间上市的公司，那它的子公司就是专门来做医疗产业的数位转型。那 Jubal 的 VitalLink 就是 Jubalink 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媒合进去想要带入日本市场的产品。那这边也比较特别的是说，其实我们进入日本市场，第一个并不是肠道系统，而是牙医诊所。那原因是因为，当然是跟我们代理商的本身的 channel 是有关系，它在牙医当然有一定的channel 的连接度。那再来就是说，日本有些新的政策是说，当他们在牙医进行手术的时候，如果有持续的量测它的 vital sign 的话，其实是可以有一些补助的。那其实我们的 Jubalink 的系统其实就很符合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说，它在治疗手术，它其实可以连接血压计，透过蓝牙可以持续的收集这个生命真相。所以我们在日本第一个进入的市场其实是牙医市场。那第二个，其实 MDX 他们最大的客户来源还是在慢性病医院，所以其实我们接下来就会锁定日本的超过3500家的慢性病医院作为我们主系统导入的这个对象。对，那目前成绩上大概是有，我记得应该有到4、5家的这个诊所开始使用，那也有找到慢性病医院可以跟我们一起开发在当地适用的这个产品。好，那到这边其实就可以给大家一个 summary， 就是说智盈科技它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成立，到现在大概是6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在全球大概是有110位左右的同仁，那有包含北美、台湾、台北跟台南的办公室。那我们现在台币应该是募到了6.7亿左右的资金，那我们的客户大概是现在应该有1300多家了。那通过我们系统服务的长辈大概是13万名左右，那使用我们的系统的这个专业照护人员大概有6万3000多名长辈的这个照护员。那下面大概就是我们主要的投资人。那右边还有一些是跟资安有关，因为我们其实也非常在意就是用户的资料，所以我们在公司的不管制度上也好，或是系统上也好，我们都有过 ISO 的27001跟27701，然后来确保说这些资料各自在系统上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保管。OK， 好，那其实这个是 Jubal 的团队，那其实早期我们是在台大有一个智龄联盟这样的一个，它算是一个科技部的计划。那后来这个计划希望说我们可以 spin off 出来成立一间公司，所以Jesse 在2018年就从台大spin off 出来成智龄科技这间公司，那运作到现在已经是第6年的时间了。对，那团队当然也从原本的可能10个人左右涨到现在大概100多个人。那智龄科技其实是一个跨领域的团队，虽然说我们团队里面应该说我们的市场虽然是针对肠道产业，可是其实本质上还是一间软体公司，我们还是做系统的开发，所以团队里面当然还是会有大家想见的做跨领域的开发团队，比如说有工程师啊，有设计师啊，有 QA。那比较特别是说我们团队有 AI 的 team， 有 data scientist 在团队里面，那团队也会有护理师、有社工师、心理师各种不同跨领域的这个专业的伙伴，可以告诉我们专业的知识。那还有就是我们的 CS 团队，就是 Customer Success 的团队是可以跟客户有更直接的联系跟接触，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回馈给团队来做系统上的开发。所以在团队里面就会有很多跨领域的一些学习。那这边是一个 podcast， 那其实就讲到说，我们的 AI 的这个总监
他为了要做伤口辨识 AI，他就要去学怎么样去看这个伤口辨识。那我们有一个实习生，他本身原本是从成大护理所毕业的这个护理师，那因为来智霖科技实习之后，他就转职成我们公司的 data scientist， 现在在 AI team 里面服务。对，那这也都是蛮特别的一个跨领域的一些经验。那再来就是也给大家看一下公司的一些介绍。嗨，我是仲凯。我最喜欢智霖科技的办公环境，除了公司之外，我们的工作环境也很多元。那个案子的资料我已经交给你了。好的，我看一下。欢迎你加入我们。嗨，我是世敏，我最喜欢智霖科技的团队，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是我最温暖可靠的伙伴，欢迎加入我们。嗨，我是一静。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协助护理师用科技的方式，更有效地管理长辈们的健康。健康管理这件事，我们自己也要做好，一起运动，保持健康。欢迎你加入我们。跟你们分享，这是我服务的客户们，可以亲眼看见客户学习科技后的改变，是我的成就感。欢迎你加入我们。Hello， 我是依林，我在2018年加入智霖科技，今年是第5年。这5年，我看见长照机构客户从抗拒科技，甚至把我们拒绝在门口，到现在，他们因为使用科技而有了更多的笑容。加入我们，一起让长照更有温度。Hello， 我是 Caroline。智霖科技需要的人才横跨多个领域，从工程到设计，从 AI 资料科学到行销企划管理。我们相信科技可以让长照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期待拥有满满能量的你，和我们一起快速成长，突破技术的限制，成功翻转国际长照。别犹豫了，加入我们吧！因为有你，世界将变得更美好。好，那因为是来到学校分享，所以不免说也会有点工商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Rater 上面的一些职缺。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可以。没电了吗？这样有声音吗？好，对，那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职缺的介绍。那有兴趣的话，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来去了解更多的资讯。OK，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好，谢谢。